真相101，我是 Jennifer。2014年5月31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了一起全国震惊的谋杀案。涉案凶手是年仅只有12岁的2名女孩，她们竟然在森林里对同龄的好朋友疯狂刺杀19刀。犯案动机竟然是和美国都市传说 Slenderman 瘦长人有关。2014年，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12岁女孩摩根·盖瑟及艾丽莎·威尔非常沉迷于这部虚拟传说，很崇拜瘦长人，甚至很想成为他的仆人。为了证明对瘦长人的忠心，两人密谋了一起杀人事件。2014年5月30日，这天是摩根的生日。摩根及艾丽莎以生日为由，邀请佩顿来庆生，并且留他过夜，打算当晚向他下手。当晚，两人临时改变计划，打算留佩顿多一晚。隔天一早，摩根及艾丽莎向佩顿提议一起到森林里玩捉迷藏。在森林里，艾丽莎叫佩顿躺在草丛，用树枝和叶子把自己藏起来。这时，摩根突然扑向佩顿，坐在他的腹部，疯狂用刀刺向佩顿，佩顿惨中19刀。之后，两人告诉佩顿他们去寻求帮助，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这么做，他们只想把佩顿留在森林中，默默死去。佩顿负伤爬出森林求救，被一名路过的自行车骑士发现并报警。这时正是早上10点钟。在等待救护车的同时，警方向自行车骑士收集更多资料，并要求他保持联系。在短短的4分钟通话中，救护车便到了现场。警官克莱恩是当天第一个接获自行车骑士的求救电话。一到现场，克莱恩回忆着：当我走向佩顿时，开始看见周围有一些血迹，再靠近一点点，看到的血迹越来越多。这时，佩顿艰难地告诉克莱恩警官，他是在森林里被他的好朋友摩根刺杀的。送到医院时，侦探特鲁索尼一辈子都没办法忘记这小女孩的痛苦表情。佩顿的腿部、肝脏和胃部都受到了严重刺伤，抢救后捡回一命。根据医生的分析，当时的刀伤如果刺深多1毫米，就会刺中佩顿的心脏大动脉，佩顿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佩顿告诉特鲁索尼，当时除了摩根，还有另一个好朋友也在现场。根据佩顿的线索，警方先来到了摩根家，从摩根的妈妈口中得知，佩顿昨晚的确在他们家过夜。当时还有另一个同龄小女孩艾丽莎，当时两人都还没回到家。于是警方立马搜寻行凶的2名女孩。下午3点，警方终于在94号洲际公路找到摩根和艾丽莎。这时两人已经沿着公路走了5个小时。两人外表看起来有点脏，身上还沾了污迹，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异常的镇定。警方问起两人走了这么久的路打算前往哪里，两人回答，他们正前往尼克莱特国家公园。被捕后，警方在他们的背包里搜出了刺伤佩顿的刀子。警方分别在不同的房间和摩根、艾丽莎单独谈话了几个小时。即便被警方问话，摩根也异常冷静，他甚至开口问警方，佩顿死了吗？摩根告诉警方，艾丽莎告诉他，他们必须杀掉佩顿，如果不这么做，他就会杀死全家人。 Or two? Anisha told me we had to. Why? Because she said that he'd kill our families. 警方问他是谁，摩根回答说，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他，但是艾丽莎认识。艾丽莎告诉警方，她是从网站
Creepypasta Wiki 上接触有关瘦长人的事，并对瘦长人深信不疑。瘦长人 Slenderman 是一个虚构的神秘人，身高2.5米，有着不成比例的细长四肢，空白并没有五官的脸，并且经常穿着一套全黑色的西装及领带。他的背后还可以长出很多触手。瘦长人经常躲在森林里，静悄悄等着小孩的到来。有时他会走到郊区靠近的屋子，等待时机。每次瘦长人的出现都和小孩失踪、绑架或被伤害有关。艾丽莎相信瘦长人是存在的，因为她见过瘦长人。放学后，她常常和摩根在公车上聊天，偶尔看向窗外，她看见了隐约有个站立着的人，背后可伸出卷曲的触手，看上去像一棵树，但是一下子就不见了。艾丽莎非常害怕，她害怕瘦长人就这么轻易地杀了她全家人。警探特鲁索尼说，艾丽莎和摩根为了成为瘦长人的仆人，他们开始设计杀害自己的同龄好朋友佩顿。这样的举动不只可以证明对瘦长人的忠心，还可以被允许住进瘦长人在尼克莱特国家公园的大宅，这也是他们走了5个小时正前往的目的地。摩根说，这是艾丽莎的计划。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必须这么做，但是基于他本来就很难交朋友，所以不想让摩根生气，失去这个朋友。摩根还告诉警察，从2013年12月起，两人就一直在密谋，想杀掉佩顿。摩根说，你没办法想象这个计划不能告诉任何人是多么的痛苦。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着，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原来摩根和艾丽莎密谋了3个杀人计划。第一，他们打算在摩根生日当天，趁佩顿睡着时，先用胶带封住佩顿的嘴，再用刀子刺伤他的脖子，然后逃跑。但由于当天太困太累了，艾丽莎放弃了计划。隔天一早，他们打算实行第2个计划，在公园的厕所把佩顿杀了。根据口供，两人都互相指责是对方先从厨房拿了刀子。到了公园厕所，艾丽莎原本想把佩顿头撞向墙上，再把他杀了，但是这个念头又被打消了。第2计划泡汤后，艾丽莎向佩顿提议一起到森林里玩捉迷藏。在森林里，他们的计划终于成功了。摩根的疯狂刺杀让佩顿惨中19刀。在摩根和艾丽莎上庭的那天，霍基沙县法院内，侦探大卫·詹尼斯描述了他在摩根卧室里的发现。大卫找到了摩根日常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全都画满了瘦长人和写满关于他的资料。照片里的字眼写着，再也没有秘密，你是个陌生的孩子，这将归属于我，他不会受到伤害。笔记本里还发现很多重复的 X 和圆图符号，这些符号代表着没有面孔的人，这也意味着这就是瘦长人的专属符号。侦探大卫还发现笔记本里的其中一页，摩根列出了一系列必备的用品，其中包括喷雾剂、地图、小刀、手电筒等等。除了笔记本，大卫也在摩根卧室里找到了几个芭比娃娃，其中竟然有被割断手脚的，还有在胳膊上画有红色斜线的，还有一个芭比娃娃腹部竟然被摩根以红色刻上了瘦长人的专属符号。当时辩护律师试图以摩根和艾丽莎出于过度相信及沉迷于瘦长人的传说，以致害怕瘦长人威胁他们的家人，希望2名女孩被当作少年审判。摩根和艾丽莎最初以成人身份以1级蓄意谋杀罪起诉，但因为精神状况无法接受审判，审判延期1年多。2017年8月21日，15岁的艾丽莎认罪，被告2级谋杀罪。同年12月，艾丽莎被判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监寡25年。2018年12月，摩根被定罪，被判监禁于威斯康星精神病院40年。宣判前，摩根哭着说：“我只想说我很抱歉，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